大家好，我是坤侯，欢迎来到我的紫微斗数教学频道。今天呢，我会带领大家来认识怎样的命盘会天天开心，然后呢随遇而安，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伯乐发展一片顺利，会是怎样的？那今天影响这个因素的呢，其实并不是官禄宫，或者说也不是财帛宫，反而是一个人的夫妻宫。其实每一个宫位它都有三重含义的。第一种含义呢，就是我们听取它的字面意思，根据这个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宫位的作用。比如说夫妻宫影响到一个人的婚姻，对不对？第二种含义呢，就是这个宫位它本身代表这个人的某一种能力特性，还有某一种天赋。这个夫妻宫代表的大体上是一个人的适应力，还有一个人的这个情绪稳定能力。那每个宫位它其实还有第三层含义。那这个第三层含义呢，就是他心底的影响这个人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夫妻宫，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人的正念宫位。就它第一点它是你对当下状态的一种感知，就是你现在是怎样的，你当下痛不痛快，你当下舒不舒适，你当下快不快乐，这个其实是夫妻宫所决定的。第二点呢，就是你最适应的喜欢的状态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它也是有这种代表因素的。比如说你夫妻宫里面是一个贪狼星，那么你其实这一辈子那种随时处于冒险的探险的追求目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你所喜欢的。比如说像我的夫妻宫里面是文昌文曲星，那么不断的学习各种知识并且把这个知识用出来，是我最满意的，是我最舒适的一种状态就每个人的夫妻宫是都代表的你最喜欢的那种状态是怎样的，它不是远期的，它是近期的第三点呢，就是你对身边人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其实也是夫妻宫所决定的。当然这个人必须要靠你靠得很近，他不是朋友，不是父母，而刚好就是你的配偶，也有可能是你的大学室友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从军的话，也代表你的战友。所以说很多时候对于军人来说，自己的战友，自己和战友之间的这种亲密度往往甚至可以达到和配偶一样，它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夫妻宫好与坏其实就决定了刚才这三种状态的好与坏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的夫妻宫很好，他就会对当下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满意他就会无时无刻的就喜欢当下的境遇，那他就会表现的随遇而安而且他会喜欢身边的人，就是你会喜欢你的战友，对吧？但这个喜欢是很适应他也会对你结婚之后对你的枕边人会非常非常的适应。所以说通常来说这个人的婚姻就比较好，它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更深层的表现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适应力。那接下来呢，我们随便找了几个盘，让带领大家去看一看每个盘应该怎么去解读就是我们在学习紫微斗数的时候呢，我的频道里面我希望就是采取一种比较特殊的形态，直接用不同的案例带着大家去慢慢的去学习它，而不是说大量的去背一些星耀各方面复杂的知识点那这样其实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好，我们先看案例一，我们直接瞄准到他的这个夫妻宫里面，那我们可以看见得到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个武曲星、天府星和台府。那我们不需要去了解这个武曲、天府还有这个台府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一个宫位里面有没有红色的这个星耀有。那这个星耀呢，是它的亮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不能是落线的，然后呢它一定是要妙旺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武曲上面有个旺，对不对？而天府下面有个妙，就代表它有主星且是妙旺的，那这个就是好。那好的话，刚才我说的那三点，就是这个人可能他对当下的这种感觉是一直都属于非常满足的一种状态他也非常适应和喜欢当下的一个状态。那和今天讲到这个标题他乡遇伯乐天天开心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关系大了。你说一个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随遇而安的，对命运的所有的安排都是充满了感激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他不会抱怨呢？他面对所有的工作上面的安排，他都是非常接受的呀。那其实这样的人反而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时间一长，他升官升职发财是迟早的事儿嘛。也说一个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抱怨生活，对吧？抱怨命运啊，充满了各种负面能量，这样的人有谁喜欢呢？那他就不喜欢嘛，对不对？我们在进行深层次解读的时候，我们才需要用到这个星曜，比如说这个武曲啊，就是做任何事情是不是有目标感，还有这个天府星啊，就是做足充足的准备了，然后才去做，对吧？再加上这个化科，就是做任何事情是有一种完美主义情节在里面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准备好了，有具体的目标了，然后他就去做，他做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这种状态去做啊。我们在进行深层次解读的时候才用得到，但是我们要是做一个浅层次的解读，就这个人，他到底是状态好的还是状态坏的，有没有幸福感，对吧？有没有快乐的感觉？我们看夫妻宫结合刚才我说的那3点，你就可以大体上可以看得到了。至于这个武曲星也好，对吧？紫微星也好，贪狼星也好，在这个夫妻宫，它只是快乐的形式不一样，他获取快乐的那种方法不一样，但总体上他是快乐的，那就没错了。好，我们现在看案例2啊。那案例2，我们瞄准到他的夫妻宫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不是没有红色的星星啊？这有个什么文曲星啊、陀罗啊、解神啊、大号啊这类的东西。那他没有这个红色的星星，就是没有主星。没有主星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宫位它属于空宫，哪怕这个地方也有那个化科在这个里面，就对他帮助不大。那空宫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是怎样的状态才好，不知道，他对自己这种探索当下状态快乐与否的这种能力，他是有所欠缺的，就他干什么都感觉不到快乐，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但是呢，也谈不上会很厌恶，因为他毕竟是空宫嘛。那像空宫的情况，其实就是吉凶也就减半了，只是找不到而已，不至于很凶。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案例3。那案例3里面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这个夫妻宫里面你看是不是就有个七杀在这个里面，是不是？那有红色的星曜，然后又是妙望的。那有红色的星曜且妙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断定他的夫妻宫是好的，就和第一个案例里面其实是差不多的，是好的。那么像这种好的状态，那其实就代表他对当下生活，对吧，是非常满足的，是很适应、很喜欢当下的这种生活的。面对命运的安排，面对工作上面所有的调度，都是非常适应的，也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哪里的是我的伯乐对吧？那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它和武曲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断星曜的不同的时候进行精断的。比如七杀就代表一种责任，代表一种压力。那这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压力和重担之下的时候，是他最舒适的状态。他就很喜欢压力的要是没有任何压力，他反而不喜欢。像很多护士然后工人，他们夫妻宫大体上就会出现七杀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精断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主星出现在夫妻宫落陷了，那其实它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命运不公遇不到伯乐呀，是不是？就是一辈子都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适合自己就会有这种情绪出现，它完全变成负面的一些东西了。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